明白你的意思。今天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一个字都不要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你出不去了。我手里有你一大堆的证据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我一清二楚。最重要，我还有一个人证。矛头你收吧。用不用我把他带过来让你见见？徐世豪，我告诉你，我说还是你自己说，性质完全不同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我们家晚了，晚不了。小小，你相信爸爸。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可是现在我眼里的你，却这么陌生。结吧。结吧。喂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想跟你见一面。好，你还是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小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豪叔被抓了，冉千帆让我劝你，好好想一想，你应该亲自跑一趟省纪委，把话说清楚。好了，开车去东北闯了。今天早上接到的通知，心脏病突发，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了。死了？嗯。哎呀，许志豪这一次那可是给邵海峰送了份大礼呀！四无对证，啊，那以后他就可以把所有的罪责全都给许志豪了。是啊，而且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已经断了。局长，我们下面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财务报表拿到手，那可是铁证啊。是，但是现在胡杰还在逃，什么时候能抓到他也不一定。马上提审3组，我亲自来。好。豪叔死了，
消息准确吗？豪叔死得好啊！这是你豪叔送给咱们的一份大礼。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可以推到他身上了。公安局到现在还没来找咱们，证明豪叔没把咱们交代出去。现在怎么办？下一步，我们就该动用之前的投资了。什么投资？送给万灵的那块玉。哦，应该说是送给金市长的那块玉。好在还背了这一手啊！我告诉你这么做，你现在就给万灵打电话，明确告诉他那块玉值11万5。你要他找金市长说明，务必请冉建藩停止对咱们的调查，哪怕把时间往后推一段也行。海老，您这么做属于勒索呀！勒索，算不上。我们之前的投资，就是为了他们今天的回报。我打电话怎么说呀？你就说那块玉是海老送的，价值11万5。你把发票、证书的照片给他发过去，以便他能核实。你就说海老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海老，举报到冉建藩那里去了。冉建藩不明真相，派人对海老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调查，甚至派人监视他，给海老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，甚至给渤海市企业家协会的形象也抹了黑。所以请海东市长跟冉建藩打个招呼，你就说海老过一段时间会拿着相关的材料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如果他要是拒绝呢？要是咱们困难的情况下，金市长不愿意出手帮忙，那么我们就只好跟他撕破脸了。这一点你一定要点到。海老，我觉得这个电话您打。玉是你送的，这个电话你应该打呀。这个电话如果我打了，跟金海东这边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叫你打，你就打。姓名，快点。问你话呢。程序免了，直奔主题吧。我是公安局长冉建藩，一般情况下你是见不到我的。其实你的工作是由我的下级来完成。之所以我来讯问你，是因为时间紧迫。我这里所说的时间紧迫，不单单是对我们，更是对你。所以，你要是有什么抗拒心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死路一条。反之，如果你有什么重大的立功表现，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积极配合，那么法院在今后的审理中一定会从轻处理。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听清楚，两个问题：第一，胡杰现在在哪儿，或者他现在有可能在哪儿？第二，那份财务报表在哪儿？
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犯错误了。犯错误了？来，你坐着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我送给爸的那块玉吧？记得。我说跟同事团购的，我撒谎了。那块玉是邵海翁通过瞭望送给我的。当时瞭望送给我的时候，说那块玉就几千块钱，我想都没想就把它收下了。结果刚才他打电话告诉我，那块玉只值15000块。怎么值这么多钱？他还把证书和发票都拍了照给我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说邵海翁被人诬告，冉千帆在查他，让你跟冉千帆打个招呼。如果不答应他，就把玉的事情给捅出来。海东，该怎么办呢？邵海翁有严重的犯罪嫌疑，公安局和纪委早就盯上他。我金海东光明磊落一辈子，行得正，坐得直。这个邵海翁想用阴招把我拉下水，没门儿！我绝不会用原则底线去做交易。来，你现在就去我爸那儿。你把那个玉拿回来，你跟他说这是受贿的，务必让他还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玛利亚，你别心慌意乱的，注意安全。海东，海东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不是老夫老妻的了。我会尽快的向组织说明情况。按指定地点迅速控制住张燕，拿到他手里的财务报表。好，老狐狸，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？请进。张主席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汇报点情况。我和万玲犯了个错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块玉是邵海翁通过瞭望送给万玲的。当时万玲不知道这块玉的价值，因为很便宜。今天我才知道，这块玉价值11万5。今天我把这块玉交给组织，我和万玲愿意接受组织调查。海东，你也别着急，跟纪委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你不是有意的，我相信组织上会还你一个清白。现在邵海翁拿这块玉要挟我，让我阻止公安局对他的调查。哎，那千帆，好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拿到证据。如果证据确凿，那么你们就可以立即逮捕邵海翁。就这样。千帆的电话说马上可以抓到胡杰了，
如果证据确凿，邵海峰在劫难逃。那太好了。说实话，邵海峰是咱俩的老领导，又是少校的父亲，他走到这一步，我很痛心。唉，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可能对他来讲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。如果他能投案自首，还能证据宽大处理。我也希望他迷途知返。海东，你去跟他谈一谈。邵会长，海东师长啊，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可以了，干嘛还亲自跑一趟啊？我真希望不用跑这一趟，可我真的坐不住。那左先生，请啊，请。你是为了那块玉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没看到吗？我的办公室主任也跟我一块来了。邵会长，我不管你出自好心还是别有用心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块玉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。海东啊，我拿你当自己人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玉确实是块好玉，送给万灵这事儿我也知道。所谓的君子之交，温润如玉，我觉得这事儿只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啊。邵会长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中央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，我们对各种不正之风和对腐败的态度是零容忍的，这也是我对这块玉的态度。海东，你不觉得你这句话有点严重吗？一点不严重。我把这块玉直接交给了曾书记，曾书记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没有人可以绑架政府。我今天专门来，不只是为了这块玉的事情，我也想推心置腹的跟邵会长聊一聊。邵会长，你要及时回头了。海东师长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的什么你非常清楚。邵会长，过去几十年，你为渤海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党和人民都会记得。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放松自己要求，甚至犯错误的借口。我奉劝你一句，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，都要早一点向省纪委说明问题，这样才能争取主动。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，你好自为之。再见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盛夏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可那是我爸。正因为他是你爸，所以你才要劝他早点去自首。你告诉我，最坏的结果会是怎样？从政策上来讲，如果说你爸爸现在主动向组织交代清楚，那么还是可以证据宽大处理的。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没有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你要走？
明天一早。我刚见过冉千帆，他让我劝你去自首。像我邵海峰，风红火火一辈子，最后也落得这个下场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本来我今天晚上就打算走，后来我想给你写信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写到一半我就写不下去了，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。我邵海峰，什么事都闹得起放得下，就是你，我舍不得，所以我改签了机票，想等你回来看看你，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明天再走。爸，我好害怕。不怕，小小，知道这么多年，爸爸为什么不娶吗？你怕我不开心？爸爸就怕我的宝贝女儿被后妈欺负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宁可一个人把你带大。小小，我自己做的事，我自己清楚。小小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人呐，只有到了失去的时候，才知道它珍惜。其实我很后悔，要是我们清清白白的过日子，不这么谈。我就能看到你结婚，看到你带着外孙子来看我。你别说了，以后我不在的日子里，自己一定要保重好自己。没有爸爸给你当靠山了。一定要稳重，遇到事儿一定要谨慎，别吃亏啊！尤其是别像我，兜了一大圈，把自己给套进去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个爸爸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你放心，爸爸没有问题的。明天我去送你。
胡蝶，终于见面了。靠起来，来走。再军，胡蝶已经被捕了。凡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怀不怀疑我爸？我非常理解你和你爸爸的感情，我们都不会冤枉你爸爸的。如果你爸爸有问题，能够拯救他的，不是掩盖，而是勇敢的去面对。如果他没有问题，那也应该大张旗鼓的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爸爸的问题会很严重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他，只有他自己。企业家协会是您跟肖伯伯一起创办的吧？我记得2010年水灾的时候，是您号召渤海的企业界捐款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我带您在城里转一圈，再看看渤海。记得20年前吧，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有一次中午，我去找你吃午饭，走到厂门口的时候，有几个小伙子冲我吹口哨，正好被你碰到。你不但没有训斥他们，反而大方的介绍：“漂亮吧，我女儿。”他们笑着鼓起掌来，看得出。那个时候，在工人们的心里，真的很敬爱你。那个时候，北方集团是渤海市工业的长子，效益是渤海市最好的，工人的工资也是最高的。那个时候，渤海市的老百姓，谁家的孩子在北方集团工作？全家都有面子，他们能不
这座桥建了得有10年了吧？对，10年了。我记得那年企业家协会年会上，是您提议修建移民桥，而且号召企业界捐款。当时在渤海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还是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好骄傲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带我兜了这么大一圈，是有用意的。我也明白你的心思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昨天晚上，曾书记亲自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，你想听听吗？好啊。10多年前，我是你父亲的下属。有一次我犯了错误，事儿不大不小。那时候年轻要面子，不肯认错，还给你父亲顶嘴。你父亲当时说了2句话，我到今天都还记得。第一句是“犯错不怕，就怕不敢担当”。第2句，“不敢担当的人是没有前途的”。这句话如果方便，请向你父亲转达。孩子，你呢？还想说什么？我也想说2句话。第一句，我希望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值得我骄傲的爸爸。第2句，回头是岸。我永远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失望。我愿意做一个好父亲。我们掉头吧。
老少，我没看错人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老肖啊，我女儿还记得吧？20年前见过。放心吧，把她交给我吧。宝，你别过来，就站在那儿，让爸爸再看你最后一眼。漂亮吧，我的女儿。再快点。怎么样？兄弟们还在搜呢。行，去看看。哎，走。对，去看看。这儿。刘旺，妆化的不错呀。这张卡给你吧。给我的。放心，
不会让你犯错误的。这是我爸去纪委钱给我的，这里边的钱够我花一辈子。他有没有跟你说，这钱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没说，但我想，如果是从正规渠道得来的，不可能有这么夸张的一大笔存款。所以，交给你们处理吧。那我先收着，我会交给上级来处理的。